潮流和守旧，前卫和复古，每条街道、每个巷口都藏着社区的百年身世和蜕变。在这里，一切的矛盾和极端都是合理的。在这里，生活永远有100万种可能。如果非要给他们定义，那么这里就是最酷社区。邻里社区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空间，有在地民情、烟火气息，而酷社区却是城市的新名片。它是一种独特的氛围，通过视觉呈现、听觉传递、嗅觉品味。它是新旧共存、格局动线、跨越时潮的往复轮态，真正恒久。香港历经变迁，面对割舍间寻找定位，在快的城市里寻找慢的风格。这次来到香港，探索新的体验，为了新的视野和新的可能性，享受每一个不期而遇、随遇而安。有人说，速度在香港是一种默契，快慢没有绝对，只是一种相对。抓对节奏，你就可以用自己的速度发掘这个城市的风格和面貌。社区 （community） 这个字眼来自于拉丁语，可以理解成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方，有共同的关系，比如说是邻居，又或者是朋友，产生了共同的意识，然后由互助合作而形成的一个社区精神。那湾仔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而蓝屋就是香港社区的范本。湾仔，粤语中译为小海湾。2022年，湾仔还被英国权威生活杂志《Time Out》评选为最酷社区之一。活化城市和集体回忆被广泛讨论。建筑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其兴替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湾仔的蓝屋是社区基层的重要喘息空间。旧城区保育并非只是纯粹保留建筑物外墙，同时保留社区内的居民、小商店的生活空间，建立了密切的邻里关系和归属感。蓝屋的格局动线是生活多面向的凝练积累和反复淬砺，就得由在地人华姐來陳述咯。藍屋其實佢係一個建築群嚟嘅，包括藍屋啦、黃屋啦、橙屋3棟嘅歷史建築物。我哋企緊呢個空地咧，即係其實係一個公共空間啦，方便一啲街坊可以聚腳，可以喺度去傾偈、去吹水嘅地方。藍屋建築群見證了香港20世紀早期的城市發展與居住的變遷模式。2006年，香港房屋協會與市區重建局合作，計劃將藍屋建築群活化成為旅遊景點，對藍屋和黃屋進行鞏固修復。1990年代，香港政府要為藍屋外牆修上油漆，無奈物料庫只剩下水務署常用的藍色油漆，就用以粉刷外牆。偶然的心思反而讓樓宇獨樹一幟，被街坊稱為藍屋。藍屋原址是華佗醫院，是香港第一間由華人興辦的中醫醫院，其後結束營運，改為華佗廟，供善信參拜。1960年代，黃飛鴻徒弟林世榮的侄兒林祖在華佗廟舊址創立武館和跌打醫館。你睇下條樓梯係咪好直嘅咧？對對，這個樓梯就是以前上到人家的家，對不對？係啦，同埋樓梯你見唔見到有一啲數目字啊？呢個咧就係以前年代
係冇洗手間嘅，有一個叫做倒爺香，呢個咧就叫馬桶。OK。咁呢啲號碼咧就係以前嗰啲工作人員嘅花碼嚟嘅。這個上面的號碼其實也就是為了方便那些清潔工人做一個記錄，推算說這裡左邊可能有3個馬桶啦，右邊有3個馬桶，不一定啊。但是因為它沒有一個正確的一個記錄，啊。藍屋有互助公所，概念源自新界的鄉公所，當中的十分天地社區公所積極推動社區回收、會員寄賣等服務。藍屋的社區運營離不開香港故事館和十分天地2家社區平台，嘗試引起公眾人士對地區文化保育的關注，建立街坊對社區的認同，關注的社區文化議題從灣仔社區拉闊到全港。Hello， 哎，你就是萍姐對嗎？你好。這間是一間二手店嗎？其實就唔單止係二手店嚟嘅，咁我哋咧係一間即係公所，俾街坊喺度聚腳啊、傾偈啊。咁我哋咧就喺度做一啲物資嘅交換啊，希望達到環保嘅概念咁咯。這裡的東西都是這裡的居民捐出來的嗎？有啲附近嘅街坊啦，有啲甚至乎好遠㗎，佢哋自己揸車拎過嚟㗎，送俾我哋。見到我哋整理得啲嘢咁好啊，佢哋好高興喎，咁咯。這裡的每一個物件哈都有它的故事。一般來捐的人是什麼人？好似呢個公仔咁咧，咁即係我哋係收咗10幾箱。哇！一個婆婆年紀幾大㗎，之前咧佢嘅朋友個鋪頭執咗，咁咪俾佢，佢真係行動都有方便，佢慢慢就好辛苦分好多次係拎嚟俾我哋。那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你們不會接受的？例如我哋一啲教科書啦，一啲舊嘅物件啊，唔乾淨啊，咁乾淨咁樣我哋即係先會收嘅。尤其是 CD 咧，翻版嘅我哋一定唔收㗎啦嚇。Hello， 喂，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我就看到這些上面，它都有一個很奇怪的標籤，這個是什麼意思啊？你覺得似唔似一個漏斗咧？哦，就是那個時間的漏斗是嗎？冇錯啦，所以佢同時間有關嘅。我哋有一個社區貨幣喺度運作，叫做時分券。呢個漏斗就係我哋簡化嘅時分券嘅一個標誌。呢度代表10時分，呢個代表20時分，呢個代表30時分咯。哦，都係以1個鐘頭換到60時分嘅方式咧，得到一啲嘅社區貨幣時分券。然後透過啲時分券咧，換一啲社區嘅物品啦，同埋甚至乎可以換到啲技能幫自己㗎。哇，其實這樣的想法真的很好因為真的嘛，不管你有多聰明，或者是你有多本事，一天也就只有24小時，你就是做多一點義工，你就賺多一點10分券。有了這個10分券，你就可以來這裡換取東西。剛剛我們說到這些做義工的人啊，他們都是住在這裡的嗎？除咗住喺呢度附近嘅朋友咧，其實我哋呢個計劃咧，亦都好多唔同嘅朋友仔，亦都對翻灣仔嘅社區咧係好有歸屬感啊！凡是只要是對灣仔這個地方有感情的人，他們都會來這裡，都會想要說，在這裡可以跟朋友分享。我哋有一個16字嘅箴言㗎，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各取所需，我哋相信每個人有自己嘅潛能，只要願意付出嘅話，無論物品、地方都可以發揮到佢好好嘅作用，令到我哋生活更加好㗎。藍屋建築群是香港政府首個採用留屋留人方式的活化項目，透過不同的社區活動及計劃，鄰里之間的聯繫得以維繫。我們詢問藍屋服務主管文琪，進一步了解藍屋的好鄰居計劃。無論係新舊鄰居咧，都想同我哋一齊建設呢一個社區啦。咁所以咧入嚟嘅朋友咧，我哋有2個條件嘅。OK。第一個條件咧就係佢要當藍屋係佢嘅屋企。咁第二樣嘢咧，我哋就會問佢啦
你會想點樣同我哋一齊令到呢個社區更加好呢？比如說我對園藝我很厲害，我可以來這裡也可以貢獻，教大家怎麼去種花種草。只要是有這樣的貢獻，你就可以搬進來這裡。其實每人做少少嘢，呢個社區就可以更加美好㗎啦。但是這個也令我想到，如果萬一這個人他只是說說而已，可是他卻沒有真實的行動，那怎麼辦？咁我哋都有一啲方法去感染佢一齊參與呢個社區嘅。咁我哋可能會邀請佢參加我哋啲活動先啦。貢獻社區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困難嘅。藍屋入邊嘅好鄰居計劃啦，唔單止淨係藍屋呢一度嘅好鄰居，亦都係成個灣仔區都係非常之友善嘅好鄰居啦。我哋仲有好多文化承傳嘅，不過我哋日常同呢啲舊居民去交流，承傳翻喺呢度嘅生活文化咧。例如咧呢一帶嘅居民咧，原來中秋節嘅時候咧會浸水果酒嘅，嚟做一啲拜祭嘅。咁拜祭完咧，佢哋就會攞嗰啲生果嚟浸酒。嗰程酒咧上年釀完咧，就會喺下一年嘅中秋節飲翻。咁就好似每一年都承傳住呢個節日文化落去咁樣。搬来这里1年半的 Nicholas 是建筑師，原住在淺水灣的他喜歡灣仔的氛圍，在好鄰居的計劃下搬進來。歡迎歡迎，好，謝謝。哇，這就是你的家，哇，好舒服的一個空間啊。係啊。哎，那後面那邊是什麼地方？哦，嗰度係睡房啊，你跟我入去。好好。怎麼這裡會有一道門？哦，呢個係以前嘅主門口嚟嘅，咁係呢度有條木樓梯可以落到去地下啦。可以下去樓下，也可以到樓上的。係上面有人住嘅。呢個公用樓梯嚟嘅，同埋有個防盜眼喺呢度都幾得意咯。有個小窗口，係啊，能夠讓你看到樓梯走上來的人是什麼人。係啊。剪紙也是 Nicholas 的心頭好。他在工作之餘，將愛好變商機，也將技藝傳授給藍屋居民，既為興趣，也是增強陸鄰關係的粘合劑。那我知道，凡是要搬到藍屋這裡來住的人哈，你們都要為這個社區有貢獻嘛，對不對？那這個是不是你其中之一呢？係其中一個，但係其實我搬入嚟嗰時咧，我未認真做剪紙嘅。嗰時都係講下，可以幫佢做啲裝修啊，做啲建議。哦，也就這樣子你就通過了，所以就搬進來這裡。係啊，那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說要搬進來藍屋在這裡住呢？身為一個建築師，我係比較中意佢嗰個歷史啦。這1年半，有些什麼特別的經歷嗎？同啲鄰居係熟好多嘅，係因為我哋唔係好多戶啦，20戶，咁可以慢慢識下啲朋友咁樣，同埋成日都會返工嗰時候會撞下佢傾下偈啊。你覺得在這裡生活跟你在香港其他地方生活有什麼不同？肯定識多咗好多朋友嘅，即係喺鄰居個層面啦，唔係淨係我哋藍屋呢度，即係住喺附近或者喺灣仔嘅鄰舍關係都我覺得都打造得幾好嘅。你覺得灣仔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我覺得灣仔係一個新舊交集嘅地方咯，即係我哋有舊街市啦，我哋有好多新豪宅啦。你覺得住在這裡最大的好處是什麼？我覺得係建立一個關係咯，即係我哋同鄰居嘅互動有啲可能係好簡單，就係我煮啲甜品俾佢，或者佢借啲工具俾我去用。但係呢個係一個基礎，我哋可以慢慢去大家認識咯。藍屋致力於保育香港現存的遺產。鼓勵市民透過分享時間、技能及經驗，連結社區的生活方式，利己利人，讓社區重新塑造它在這個城市的身份。那我們現在要去什麼地方？去一個我哋灣仔比較出名嘅一個露天市集。這個市集在灣仔已經是很多年的歷史了嗎？係啊，有啊，成100幾年歷史㗎啦。係啊，我最中意就會響呢度去行咯。我住附近啊嘛，落邊嗰啲街坊都
好熟嘅。咁好多時除咗買與賣嘅關係，佢會有一啲人情味，即係譬如因為時間長了，就慢慢的變成好像朋友這樣子了。係啦。这个在战前已有的露天市集有近100年历史。战前主要是贩卖蔬菜、瓜果、肉类。在日本占领香港3年零8个月期间，这里更曾一度被称为"為食街"貪吃街，因为在日治时期，香港人经常要挨饿，所以呢，有人便把剩菜以港人说的斗零平价售卖，因此有很多苦力来这里购买便宜剩食果腹。和平后，这条街的大排档改卖蔬菜水果，还加了乾貨檔。太原街咧，亦都係被呢度嘅街坊稱之為一個叫玩具街嘅。點解啊？因為呢啲排檔後邊咧，原來仲有啲鋪頭隱藏喺裏邊。咁佢主要賣嘅都係一啲玩具為主嘅。限量版嗰啲人士咧，佢哋就會識窿路啦，捐窿捐罅咧，就嚟揾一啲限量版又平啲喎咁樣。活化保育向来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议題。而建築是文化傳承的一部分，灣仔還保留不少歷史建築物。呢度咧就係和昌大押啦，係響我哋灣仔咧已經有100幾年歷史，廣州式嘅高腳騎樓嘅建築風格啦。這個地方它原來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佢其實咧就係一個當鋪嚟嘅，俗稱為一個叫大眾銀行和昌大押嘅前身啦，咁佢樓高4層嘅。呢個就係佢以前嘅當票啦，是用毛筆字寫的。係啊，那它現在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和昌大押活化咗之後咧，佢原有咧就搬咗去第度繼續去做嘅。活化咗之後咧，就係做咗一個餐廳咯。喺呢個洪聖古廟咧，亦都叫洪聖大王，所以有咗2條街。大王東街同大王西街有呢個洪聖古廟做座標嘅，所以它就是管着這2條街道啊。這個洪聖古廟，它裡面供奉的是什麼神？係供奉洪聖爺，佢係主管海洋嘅。哦，海洋，這裡有沒有海啊？啊，我哋呢條咧皇后大道東就係第1條海岸線啦。這裡係當時嘅政府不斷咁去填海，填到去今時今日海邊嗰度啦。哦，那也蠻遠的，因為從這裡到海岸線大概是有2公里多一點點吧。洪聖就係望住個海，第一就風調雨順啦，第二就希望啲漁民平安翻嚟啦。隔離咧都有個叫做望海觀音嘅，有2個好特別嘅神咧，就係女神嚟嘅，一個就係金花夫人，佢係保佑母子平安。另外一個咧花粉夫人，就係保佑善信、美貌如花，可以受人歡迎嘅。哇！因為灣仔都係一個煙花之地啊嘛。哦，那這裡肯定有很多美女來這邊拜拜啦。你真係啱啊你。有印刷街和喜帖街之稱的利東街，因拆除重建而引起爭議。居民認為，原有的街坊文化和人情味連根拔起，時尚商鋪和高尚住宅引來租金和生活指數的上升，讓居民有所不悅。如今只剩下一間喜帖鋪，獨留在新的利東街商圈。80年代到90年代嘅時候咧，已經接近有30到40間嘅印刷行業。經過重建之後，而家呢一啲咧就當然係豪宅啦，同埋商業性嘅服務性嘅行業啦。對於這樣的一個轉變，香港人有什麼看法？你又有什麼看法？對我嚟講咧，我就覺得打散咗本土經濟啦。第二咧就係作為一個小業主係冇選擇權。第三咧，由居民自己自發成為一條印刷街嘅人講咧，今時今日乜都冇晒咧。其實我哋曾經係爭取保留一條喜帖街。從利東街的拆建追溯民間社會對重建的反應，了解居民對變遷的經驗感受，城市社區的面貌最終影響的是人。但利東街街坊在重建拆卸前並沒有放棄，曾經的努力雖然化為泡影，對拆遷無可奈何，只能認命，卻依然對社區有所期盼和想望。
湾仔是香港烧腊店最多的社区，街头巷尾都能闻到烧腊的香味儿。刚出炉的烧鹅滴着汁水，肉质细嫩。只见师傅手起刀落，精准的斩件，整套流程一气呵成。细嫩的鹅肉锁住卤汁，皮与肉之间轻轻的分离，一次收获脆与嫩的双重体验。烧鹅是湾仔生活脉络的鲜活印记。湾仔汇聚了最多元、最蓬勃的文化生命力。透过这种鲜活的文化能量，让整个社区和身在其中的居民共同创造出更具穿透力的变革动能。旅居香港27年的法国服饰店老板喜欢湾仔日月星街的闹中带静，看似平淡无趣的安静环境，尽是意趣满满的美好风景。他在角落开设服饰店，湾仔社区对他而言像是法国小镇的缩影，让他有家的感觉。You must have loved Wan Chai a lot because for 16 years you stay in different parts of Wan Chai. Why? I thought it was quite ideal. It's really easy to travel here, but it's a really relaxed place. Wan Chai is very Hong Kong. It's one of the oldest neighborhood. Yep. But this particular spot, it felt quite French to me, or quite European because of the tree and the really more quiet vibe. What are your thoughts about the changes in Wan Chai? I think it's one of the parts of Hong Kong that still kept its character. You know, there's been some change, of course, some new building, but you can see a lot of old buildings, a lot of old business. I think it's quite good to be in touch with this old part of Hong Kong. And I feel this is one of the places that still feel like a neighborhood. I've been living in different areas in Hong Kong, and sometimes you'd never know your neighbor. 这个也是我观察到的地方。我觉得湾仔它就是也有很繁忙的地方，可是它也有像这里这样很属于很世外桃源的地方。What do you see the future of Wan Chai? Hong Kong for me is mixing old and new. It's mixing expensive and cheap. You know, it's really also quite bustling atmosphere. Very colorful, right? Yeah. So I think the future is to kind of, in a way, to have a good future, they should not change. We should kind of preserve and not try to modernize, you know, and keep it a little bit as it is. You can understand Hong Kong a little bit better. 始終灣仔嘅嘢，我覺得係仍然係存在嘅，就係也許住嘅人越嚟越少，但係始終有一種係喺其他地方冇乜嘅人情味。灣仔係一個基層嘅民居咧，一路轉變成為一個商業嘅地區，變化真係好大。好多灣仔咧嘅居民咧，因為冇公共房屋啦，租金又貴啦，都搬遠。佢哋就喺灣仔好似一個過客咁。但係俾我一個好感動嘅咧，就係佢哋好遠都經常會翻嚟睇下灣仔啦。灣仔對佢哋嗰種感情、生活印記係磨滅唔到。酷社區令人心者的喜樂和悅，絕非浮面的絢爛短暫、聲色感官之餘，而是溫馨友好的撥動你的心。美好的城市也許遙不可及，但理想的社區應該還有實現的可能。前提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一個人找不到出路，一群人、一個社區、一座城市聚在一起，總會找到希望的出口。紧邻东京市中心的下北泽，虽然不是最繁华、最有名的街区，但在英国权威生活杂志《Time Out》全球最酷街区的评选中，这条100年老街已经不止一次进入10大，就连米其林旅游指南也将它列入东京必游之地。穿
心在其中呢，可能刚才我们已经经过有一间澡堂改造而成的二手店，然后在它的对面有一个独立潮牌，然后在另外一个转角又可以喝到手冲咖啡，有古董又有复古。复古和时尚的结合呢，就形成了这里的街貌，同时也让这里呢成为东京次文化的核心地带。尤其呢，在下北泽这里呢，有些许的大学学府在这里，所以让很多年轻人流连聚集在此。而他们的衣服呢，又特立独行，更是形成这里独有的风貌。所以呢，很多人都说啊，这里呢就是非常适合东京人居住的社区。下北泽 Shimokitazawa， 当地人更爱昵称它为下北 Shimokita。这里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气息。然而，100年前的下北泽不过是一处农地。1923年关东大地震，上千难民被安顿于此。1927年，这里第一条铁路开通，又引来更多人聚居。不过，在变身文青天堂之前，下北泽其实有过黑暗期。2战后，物资匮乏的日本人将衣服、家具等用品拿到下北泽变卖，使这里黑市冒起，治安混乱。由于当时这里也是美国大兵的聚集地，于是市场上也开始出现各种二手的欧美物品。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下北泽二手店遍布，尤其是服装店，堪称日本之最。日本人对待古着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一件好的古着对他们来说就如同珍宝，因此从筛选到处理都有相当严格的标准。在日本呢，对于这种衣服呢，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古着，它有别于回收衣哦，因为呢，对他们来说，这是复兴旧时代的一种文化。你看，无论是在布料，或者是剪裁，甚至于是配搭，都是那一个时代的缩影，所以特别的有意义跟价值。あなたに伝えたいことがKenji 是这家酒吧的乐手，也是经营者。他自18岁离家到东京升学，就一直住在下北泽，至今已经44年了，对这里了如指掌。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平日里他其实是一位牙医，而今天他还要充当导览员哦。一番街下北沢一番街。这些年来，这个社区始终维持着2战前的格局，巷子多，道路窄。不过，这也正是它令人着迷的地方。由于车辆通行不便，这里几乎没有车。漫步其中，每个转角都会遇到惊喜。哇，这里是好复古的一条街道啊！哦，这个是昭和时期的海报，昭和时期的艺人，你知道都是很美，什么中盛明菜啦、松田圣子啦。以前我的家里也都有这些，以前的大部分人家里都比较贫穷嘛，唯一家里的那个点缀物就是这些明星的海报。我相信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おはや、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あ、どうもどうも。You are almost knowing everyone. Yes. Here and all the shop, all the owner. I know because I love this street. I love so much every day, every night around here, always. 在下北泽最常见的除了古着店，就是剧场。据 Kenji 的统计，这里大约有180家古着店，10间大大小小的剧院，还有许多音乐展演空间。1981年にこの本田劇場はできました。本田さんっていう本当に演劇を愛する人が自分のお金で作ったんです。でそれ以外にもいろんなちっちゃな芝居小屋を作っていて、で今本田劇場だけで8軒あります。もう本当に下北沢の演劇文化を作ったのが本田劇場です。
戏剧和音乐为夏北泽贴上了文艺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符合年轻人口味的餐饮店、文创店、文艺酒吧，最终成为文艺青年朝圣地。こんばんは。哇，里面虽小，五脏俱全，哇，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白的。老板他应该是一个电影爱好者，他把所有以前不管是日本的或者是欧美的卡通的所有的海报，跟电影有关的或剧场有关的都保留下来。然后这里等于算是一个小小的酒吧吧。这家酒馆是老板向已故日本剧作家、导演、诗人四山修斯致敬，并用来缅怀他的杰作。一如这个社区里的每个人，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表达对生活的热忱。好有情怀哦！这个可以开成了一个迷你博物院。几年前 ，Kenji 接管了 Never Neverland 酒吧，做自己喜欢的事，遇见不同的人，过他口中这种充满趣味的人生，似乎也只有住在夏北泽才能圆梦。Kenji 讲，请问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下会顶下这一间店1980年に大学生としてこの町に住む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ね。で下北沢っていうのはロックの街だと聞かされていて、田舎から出てきた僕は街を探してもなかなかロックバーってそんなになかった。そして偶然見つけたのがこのネバーネバーランドで、僕にとって一番最初に下北沢で馴染んだ店なんですよ。でそれが2003年にオーナーの松崎さんが死んじゃって、じゃあどうなるか、25年も続いている下北沢の老舗の店を潰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なってことで、当時、僕はオルソドンティストとして、頑張ってて、なんとか自分の稼ぎで店はやっていける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じゃあ分かった、俺がやるよってことでこの店を継ぎました。所以你觉得夏北泽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下北沢って街の面白さはいろんな人がいるんですよ。アーティストというかミュージシャンもいれば、絵描きもいれば、役者もいれば、いろんなアーティストがいて、そしてこの店に来ればなんかいろんなこと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うということが大切。それが下北沢全体に言えることだと僕は思ってるんですよ。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的他，亲身参与过夏北泽许多大事件。过去政府多次提出拆迁计划，包括将部分铁路地下化，规划出新街道。作为夏北泽东通购物街副主席的 Kenji 和许多当地人都担心，这会破坏社区的布局和文艺格调。在居民大力反对下，政府罕有的顺从民意，搁置了计划。所以最终夏北泽你最想要保留的是什么？この街の一番大切なことは音楽でもあり演劇でもありいろんなアートなんだけど、当然今までできたものは守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けど、一番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いうのは歩いて楽しむ街、車が入る街じゃないってことなんですね。愛してるよ。形形色色的人们形塑了夏北泽多元并存的个性，反过来，夏北泽也成就了每个叛逆张扬的灵魂，让他们异于主流的价值观，找到安身之处。愛してるよ。夏北泽这里呢有分成几个区块，而这里呢大概有1500多间的店面。然后现在的时间呢大概是日本时间10点多，你会发现他们的店面都还没有开，他们会在11、12点的时候呢才开始开门。但是在开门之前呢，你要仔细看它这个卷门，卷门上面的涂鸦是店家特地请艺术家来涂鸦上去的，也形成这里的特色之一。夏北泽像是个迷宫，也是个宝藏。从巷口不经意遇见的涂鸦，到旧货店里无奇不有的杂物，
沿街游逛淘宝，总是可以发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因为在这里，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回收、翻新、重生。古董山本商店是下北泽历史的见证者，开创于1945年。最初，他们主要出售和服和日用品，直到1950年，他们才开始提供家具维修的服务。而现在接管店面的 Yamamoto 已经是第3代继承人。Hi, Yamamoto-san.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Hi, nice to meet you. Can I look around your shop? どうぞ。どうぞ。This is very good one. This is Japanese funa dance. On the board, only board. 在船上的一个古董 ，How many years ago this? About 200 years ago. 200年的历史，个十百千万10万，哇，35万，はい。 3500多。这是放在船上的 Secret drawer. Secret drawer。这是什么？哪艘船呢？这艘船是在运什么的？等他拿出来的时候都到岸了，这太秘密了。3个 box， 这艘船里面一定很有故事。This red card means sold. Oh, it's already sold. Yes, already sold. This is Japanese old clock. So many clocks here. Desk and trunks. 好多的这个行李，你知道它这些行李箱的主人跟你知道你从哪里得到的吗？一般の家庭から仕入れますので、だいたいどういうお宅から来たっていうのはなんとなくわかります。Yamamoto-san，はい。最远的国家，又或者是有些什么地方的人曾经来过这里买过一些古董回去的。Las Vegas, 12 pieces for kimono chest.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舍不得把这个古物往外送了？すごくい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世界中にこう送られるっていうのは各国すべてで日本の古い家具が脈々とこれからも継承されていくわけですので、海外の方が評価していただけるのは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ね。在下北泽这一间二手修复店，就感觉很像来到了一间活的博物馆。它在这里开设了3代，它衔接了上一代的情怀，还有这一代人的需要。同时呢，在这里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为了追逐梦想，有很多的剧院，他们呢也需要很多的道具，也许他们需要来到这里才可以找得到这些东西，找得到当年的这些情怀。所以我觉得这里呢就是上旋下接的一个情怀交界点吧。如今，二手店共收纳了大大小小的2500件古物。年轻人会到这里来淘宝寻找二手好物，老年人则来购买回忆。这些年来，古董山本商店修复的不只是家具，也是情怀。哇，我第一次修复这个古物哎，你近看这些雕刻纹路，以前的人哪有工厂，都是手工雕刻的。现在我在修复它们，那种感觉就是你跟上个时空的人，曾经拥有过这个物品的人，错时空的交接。2019年，下北泽扰攘多年的改建计划终于落实，并陆续迎来了好几个现代综合商业区，为百年社区注入了新活力。大部分建设都没有涉及大刀阔斧的拆迁，而是依据原有的社区极力展开。2020年开幕的 Bonus Track 就是成功的例子。那边是那个旧的住宅都还保留着，你有没有看到？然后这边那个步道，它也故意让那些车子不要开进来，成为一个徒步区。这个公寓应该是新的，给年轻人租的。Bonus Track 由一栋商用主楼和4栋商住合一的建筑组成。这里没有围栏，开放式的商户，休闲的格调，
每一家店的面积尽管不大，却非常有巧思，完全吻合了 CD 里 bonus track 惊喜曲目的意思。我很喜欢，超级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是下北泽的一个纯文创区，大部分都是给年轻人来创业的。卖的东西有很多种，像现在这个区块，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打包带走，店面都很小，所以这个就是共享区。这里的租金呢，大概是1400新币，也就是你在下面创业，然后你住在上面，这个价钱呢，算是所有下北泽里头呢的均月租的一半，是非常便宜了。这边呢有卖的就是关于日记本，而且它很大胆，它有分12个月，就是1整年的、3年的、5年的。比如说我把5年的这个打开来看，他希望你怎么写，就一天一点点，可能是今天我很开心，告诉自己要加油。这个是记录现在，也可以跟过去、将来交谈。然后他所呈现的那些作家都是关于日记方面的，有一些华文字的，我大概抽样的去懂。他这应该是一个抗癌者的一个抗癌日记，都是关于他化疗鼓励自己，他应该是离开这个人世间了。他说他退场了。这个小块天地呢，就是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地方，然后就选择想要看的影片，然后放在这个很古老的 VHS 还不是 CD， 然后开了电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对我来说我很尊敬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喜欢年轻人有梦想就要追逐，有梦最美。欧阿达以桑是下北泽这个文创区的经理人，也等于算是负责人。这个社区它最特别的地方，跟它的格局，跟它的特色是什么？ここ線路街って言って線路が通ってたんですよもともと。でその線路を下北沢の再開発で地下化した時に、ここもともと住宅街のエリアで同じように住宅がしか建てられないエリアなんですよここは。で住宅がしか建てられないエリアで商売を始めるには住居と一体化したスペースを作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その動線とか設計だったりもともとこういう住宅街が並んでるエリアなので必然的にこういう形になった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んです。所以在下北泽文创区这边，我看到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这些创意的店铺。想要来这边创业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要有特别的 idea， 还是要有特别的这个卖点，才可以在这边创业？で僕らもやっぱり大きい有名なチェーン店とか大きい資本でできてるところに魅力を感じるっていうよりも、個人のちょっとこう個性的なアイデア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を支援したいっていう思いがあって。こういう設計になりました。哇，好大哦！里面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全部都是发酵的东西，米熟、酱油、菊花啦，哇，这主题抓得强，够厉害。这边就是所有卖胶片，还有这些 cassette， 哇，我觉得在这边开这个店。真的是懂的人会觉得进入到了天堂，可能你找不到的一些冷门的歌曲或者是热门的收藏品，都就在这里。改造后的下北泽不但和老街没有违和，反而多了传统和现代的对话，也多了文艺和时尚的碰撞。现在的它是当地居民最熟悉却又可以重新认识的下北泽。下北沢は若者がすごく新しいことにチャレンジするっていう思いが強い街というか、僕はその好きなことに向き合える街と思って、これからもそういう街であってほしいと思うし、そういう街であり続けると思ってます。下北泽的酷在于它精彩的次文化，更是来自当地居民卖力守着彼此的异同，守着一个时代的美好，让再渺小的梦想都能无畏地燃烧茁壮。下北泽
不单是年轻人的社区，也是属于每个世代的社区。下北沢は日本が期待する街。下北沢は大変躍動感のある街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ユーモアあふれる街。変化し続ける街。世界が期待する街。カラフル。つながる。A really good international vibe。本当に街とはこういう街だということを示してくれます。いい調子。Good vibes。下北泽的故事不止在剧场上演着，在这个全世界最酷的社区，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一个舞台。熙来攘往的人群在这里粉墨登场，他们在这里哭，在这里笑，在这里跌倒，在这里演绎青春和衰老。下北泽是一个一切都有可能的起始。